一时，佛陀住在中印度王舍国的瑶山中。当时有500位阿罗汉和1000位菩萨，他们共坐在佛的周围，听佛陀说法。座中有一位菩萨名叫阿尼察。佛陀在演说经典道法时，他常静心在旁倾听，寂然无念，一意专注在经法。菩萨六度无极，难逮高行，是能够快速成佛的方法。那么是哪6度呢？一为布施，2为持戒，3为忍辱，4为精进，5为禅定，6为明度无极高行。从前，有一位名叫仙探的大商人，拥有无数的财富。平日里，他常观佛教名典，觉悟世间无常，荣华性命财富难以保全。由此深知，唯有布施行善，才能功德不朽。于是，仙探通告黎民百姓，若有贫穷困乏者，皆满足其愿，而施于他。那时国泰民安，人民富足。数月过去了，也没有一个人来领取财宝。既然布施财宝没有人来领取，那只有买来药品，以备治疗众人的疾病了。于是仙探买了很多良药，救济众人的生命。慈心化育，苦行变质，恩泽无不周遍。积年累月的惠施，以致德香远熏。仙探如此行善立事，用尽了自己的所有财产，于是打算亲自入海采宝。坚持住啊！请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呢？我们要到仙探那里医治疾病，不然就没命了呀！我就是仙探，请你们再忍耐一下，等我回来。哎呀，太巧了，他就是仙探呐！仙探立刻赶回家，向国王借了500两黄金，买来药物，治愈了他们的疾病。仙探便与这些商人结伴，一同入海采宝，收获颇丰。
请大家坚持住，我去试试能不能找到水源。见到眼前深深的水井，又想到一路收获的那些光芒四射、价值连城的珠宝，商人们一时起了贪欲之心。于是众商人一同把仙坛推入深井中。仙探在哪里呢？他离国之后，便跟我们分开了，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该不会是你们谋财害命，将他杀害了吧？没有，我们怎么敢杀害他呢？仙探平生为善，心怀菩萨仁德，因而感动天地神旨。天神伸手将他接住，令他无一毁伤。仙探落下井后，看到一旁有个洞穴，洞穴直通一户人家的水井。他正是从那里爬了出来。步行7天，才得以回到本国。
仙探，为何你空手而回呢？只因我运气不佳，未能采得宝物，所以空手而回。有蹊跷，这里面定有缘故。你们听好了，要想活命，就快将事情经过诚实交代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国王饶命！国王饶命！仙探得知此事，为之哭泣，立刻来到国王面前叩头请罪。仙探呐，这些商人违法犯政，他们是理当受罪的。愚痴的人起了颠倒邪见，不足以令明智者责罚，恳请您原谅他们的无知吧。国王嘉许仙探的仁德普备，便原谅了商人们的凶杀之罪，命令他们即刻归还宝物。仙探要不是奉佛者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仁德之心呢？是啊，他真是太了不起了！请您收下，请您一定要收下呀！真的不用承蒙仁者护佑，使我们的性命得以保全，希望您能全数接受，请不要再推辞了。仙探于是答应了商人们的请求，将一部分财宝还于国王，剩下的全部用于布施。那时的仙探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。国王、臣子和人民为仙探的德行感动，于是相继皈依佛教，受持圣戒。从此子孝臣忠，受到天神拥护，国家丰足，人民康乐，四境邻邦，倾心福德，无不称善。